如果我说过去的24个小时是中文推特见证圈的至暗时刻，应该并不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大概是20多个小时以前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跟王菊治安分别发出了推特提醒自己的这个粉丝，就是目前他们的这个粉丝呢可能处于危险当中，因为有可能会被逐一排查、逐一追查他们的真实身份，甚至有可能会被请去喝茶。由此呢，掀起了在中文推特圈的腥风血雨。很多身在墙内的这些朋友都会拿出自己的手机根据自己的推特关注列表逐一取消关注，而推特的大 V 们都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就是自己的粉丝数量急剧下降的这么一种痛楚到底这件事情发酵以来对于我们的这个中文推特见证圈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今天这个视频会尝试分析一下24小时之后的一个对于中文推特圈的一个影响的情况。我会选择了总共61名推特的这个大 V， 我会根据他们在这个事件前后的推特粉丝变化情况，对他们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首先来说，这个概况就是截止到目前24小时过去以后，61位推特的大 V 他们总共失去了51万的粉丝。而损失最厉害的就是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他损失了超过15万5千名粉丝，而这些大 V 他们损失的粉丝数量均值是8400名中位数是大概4200名。所有这些大 V 呢，他们损失的粉丝的数量的占比大概是 2.22%， 而李老师的损失数量的占比甚至去到了高达将近 10%，中位数的话呢，大概是去到 1.39%。那如果我们详细一点看这件事情的影响的话，首先我们会必然有兴趣知道的就是这些推特大 V 他们当中谁损失的粉丝数量最多。其实不用想，很多人都知道一定是李老师。李老师在24个小时以内损失的这个粉丝数量去到15万多。其次呢就是王志安跟五月散人，再往后就是多伦多方脸跟蔡霞蔡教授。不过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数字只是账面的数字，这个数字需要调整，原因就在于说不同的大 V 他们经历不同的这个生命周期，有一些人他的粉丝数量增长得非常快，而有一些人他的粉丝数量甚至可能是在逐日减少的，所以我们需要根据他们的每日新增的粉丝数量来调整这个数字。如果我们把不同的大 V 他们每一天新增粉丝数量做一个排名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王志安跟李老师他们大概每一天新增只有1700、1400左右的这个粉丝的数量，而王健老师会非常引人注目的跳出来，就吸引了大家的眼球。事实上我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也发现，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实际上是王健老师，他每一天新增粉丝数量将近3200名，所以哪怕这一次事件减少了5200名，其实对他来说我觉得打击并不是很大。每一天新增粉丝的数量按照他们的这个百分比的占比来看的话，王健老师他依然是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的推特大 V， 他每一天平均新增的粉丝数量去到 0.53%， 对，然后排在他后面的是柴静跟二大爷，对，王志安排第5，然后多伦多方脸排第6。对，这个就是大家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不同的推特大 V 他们有不同的增长潜力。所以呢，我们如果把每一个大 V 他就是每一天新增粉丝的数量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我们重新调整一下，就会发现在24小时以内取消关注的这些粉丝的数量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基本上前10名当中呢其他9位老师基本上依然保留在这个榜单上，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文昭被王健替代了。因为文昭的话，实际上他每天新增的粉丝数量大概只有100上下，那他这个量级不要说跟王健相比了，就是跟李老师、王志安，甚至跟立党相比，都是相差非常非常远的，非常的悬殊。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到底此次就是墙内网友取消关注事件，谁
受伤最严重呢？很多人都已经看到，在之前的数据当中显示，倪老师他是受伤最严重的，他损失了将近10%的粉丝的这个百分比。排在后面的是二大爷，他损失了5%的粉丝。其次呢是五月散人，对，然后多伦多方脸、柴静跟王志安都是排在蔡胜坤这位大 V 之后。对，那如果我们看一看，就是所有粉丝数量超过30万的这些推特大 V 当中，在墙内网友取消关注持续24小时的这场风暴当中，到底谁的损失最小呢？第一位呢就是周婷。周婷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因为他的粉丝大概率都是来自于香港的粉丝，所以周婷受此次事件影响的这个波及范围比较小，比较可控。其次是胡锡进我觉得胡锡进他根本就不应该损失粉丝才对，他纯粹只是可能大家都干脆顺便把胡锡进也一并给取消了，所以他这算是附带的损失，他根本就是躺枪而已。对，然后第三位的话，基本上曹长青方舟子跟变态辣椒他们都是同样的水平，所以他们三位受到的这个波及也是相当的有限。对，然后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们还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发现点，不同的这些推特大 V 他们有不同的政治光谱，然后他们不同的政治光谱呢，在此次事件当中遭受的损失程度以及可以预见他们的恢复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反贼在本次事件当中他的损失粉丝的这个占比是最高的，去到 5.37%， 其次是大陆背景的这些推特大 V， 他们的占比是 2.57%， 排在第三位的是伦系占比是 2.02%。 然后止血情况现在止血情况最差的也是反贼，然后其次是大陆背景的这些主播，再其次才是伦系背景的这些大 V。然后如果我们看一看就是粉丝增长的这个百分比的话，我觉得大陆背景的这些推特大 V 他们的粉丝增长的比例是最惊人的，达到 0.18%， 基本上是排在第二位的反贼的2倍。排在第三位的话有好几个不同的组别，他们都是去到 0.05%。 所以呢综合起来看，我觉得本次事件最大的输家是李老师和方脸为代表的反贼群体，他们受创最严重，止血最慢，当然他们恢复的程度是第二快的，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整件事情结束以后，他们依然很有希望就是快速的恢复起来，重新回到以前的这么一个状况。然后本次事件第二大的输家我觉得是伦系。伦系呢他们受创的情况比反贼这个群体要好一些，但他们止血的速度是第三慢的。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恢复的速度不算快，因为他们每日新增的粉丝数量大概也就只1位数2位数，最多也不会超过3位数。代表人物就是文昭、江峰跟方伟。然后本次事件我觉得最大的赢家无疑是台湾背景的这些推特大 V，他们可以想象的一个原因，他们的粉丝不会受到本次事件的任何影响，因为他们都在墙外。就像我在之前的这个中文油管50榜单的一个分析的视频当中曾经提到过，就是如果你针对的你的主要的目标的这个观众群体是以台湾人为主的话呢，那无疑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商业的模式，因为他们人都在墙外，他们没有任何支付意愿或者是消费水平的一个问题，所以无疑这是最好的一种商业模式。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大陆背景的这些主播他们也有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非常可以有想象空间的一个商业模式。他们虽然在此次事件当中的受创的严重程度排第二，止血的这个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但他们的恢复速度是其他几个不同类别的好几倍呢。所以我预判他们不会在这次事件当中伤筋动骨，而且他们会恢复得非常快，甚至很有可能会超越以前，就是比以前的这个粉丝数量更多更好。当然这次事件我觉得也让我看到最没有存在感的已经被边缘化的一个群体，就是海外民运的这么一个群体。他们在本次事件当中损失不大，止血非常快，
但我们看到他们几乎没办法吸收到一些新鲜的血液，他们的粉丝增长速度，很多人甚至是负增长，所以他们被边缘化的程度非常的明显。而本次事件之所以也是成为不同大佬的一个试金石，是因为这一次事件也让我看到了不同的大佬对于墙内网友取消关注这个事情的不同的反应。有很多人呢是第一时间就通知自己的粉丝，让他们注意安全，然后不介意他们说取消关注我们日后只要有好的内容还有机会再见面，所以还会送上自己的祝福。我觉得这是最体面的一种做法。但与此同时呢，我也看到有一些人不但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甚至是谩骂，甚至有人会诅咒墙内的朋友。我不得不说，这种所谓的大 V 真的是人品不太行。这就是今天这个视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如果您觉得我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